电话那头传来几声嘈杂的叫喊，紧接着是一个熟悉的少年声音，被压得很低，隐隐有些发抖。魏老师，我们在学校北边，顺着商业街走第2个路口左拐以后的第4个小巷里，您快点过来救救我们。魏无羡惊道：景怡，怎么了？你说清楚。对方小声道，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话说到一半，他突然没声了。魏无羡通过电话隐隐约约听见一声阴恻恻的笑，哟，小子，干嘛呢，在这儿？最后，魏无羡只听见蓝景怡嗫嗫如如的笑道，没，电话被挂断了。车已经停在宿舍楼下了，蓝忘机正偏头看向他，面上略带疑问。魏无羡急急道，卧槽，开车，快开车，去商业街。蓝忘机一言再次发动了车，怎么了？魏无羡边系安全带边道，蓝景怡，应该遇到什么危险了。蓝忘机闻言蹙眉，景怡，还有别人吗？魏无羡道，不知道，不过听起来不止他一个。蓝忘机没再说话，迅速踩下油门。白色的轿车在月色下急速打了个转，消失于夜色中。夜晚的商业街灯火通明，四处都是一片繁华的景象，高耸的商场大楼顶部闪着红的蓝的光，显得整片夜都炫目了许多。然而现在已经将近晚上10点，又正值冬月，看似纸醉迷金的街道上，其实已经没有几个人了。魏无羡和蓝忘机顺着蓝景怡所说的位置找过去，将车随手停在路边。临走时，魏无羡在车后座的大购物袋里翻了翻，想找出件趁手的器物，却只翻出一瓶塑料瓶装的老陈醋。他在心底无语凝噎了一下，手上利索的顺手把它递给蓝忘机，拿好这个，干家用。随后自己又从车座下头的小袋子里挑出几个个大些的鸡蛋握在手里。无论外头怎么璀璨光亮，巷子里头总是黑的。经过巷口时，若不留意，一般人并不会察觉到什么动静。而魏无羡不同，他留了意来寻人，耳朵又比别的人格外灵敏些，一下子就听到巷子深处传来的打斗声。他回头看向蓝忘机，低声道，这儿。说罢不等回应，便拉着蓝忘机的胳膊疾步而去。巷子中8、9个人扭打在一起，夹杂其中的几个穿着校服的少年明显已经处于下风。魏无羡抛了抛手中的鸡蛋，扬手一道弧线将其掷出，极有准头地砸中了一红毛青年的脑袋。鸡蛋应声而碎，流出的蛋液糊了那青年一脑袋。妈的，什么恶心玩意儿！魏无羡脱了身上的外套，随手扔在地上，慵懒道，鸡蛋啊，西红是朋友，不认识你的好兄弟了。一群人的动作停了下来，几道视线顺着声音向魏无羡看去。金陵最先认出那个逆着光的轮廓，语带喜意，魏无羡。蓝丝追紧接着便看到了魏无羡身侧另一个淡如月色的身影，跟着惊道，蓝老师。4个少年动作比一时快，趁着空档闪身而出，躲在2个人身后，仿佛找到了靠山。蓝景怡的嘴角青了一块，喘着粗气对魏无羡小声道，您怎么把我们老班也找来了？魏无羡挑眉，碰巧遇见，人多好办事儿。蓝景怡有些愁眉苦脸地瞥了一眼蓝忘机冷峻的侧脸，把还想说的什么话咽了下去。对面几个青年桀桀地笑笑，哟，找来帮手啦。其中一个盯着蓝景怡，眼神带着狠辣，我呸，小狗东西，我说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好事儿，原来搬救兵去了。魏无羡不动声色地往出晃了几步，挡在几个少年前头，行了，哪来这么多废话？他扭了扭脖子，捏着手指处的关节，发出骨骼响动的声音，什么仇什么怨呢？我是他们老大，来吧，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上啊？蓝忘机伸手拉住他的手腕，魏婴。魏无羡道，别拦着我，跟这种社会小混混没法讲道理。我跟你说，你就负责顾好这几个小崽子，那边我一个人完全能应付得来，你胳膊没好全，别混进来给我添乱。蓝忘机还想说什么，魏无羡却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2步闪出去，扎进了对面的人堆里。几个青年脱了上衣，狠狠地往地上一砸，你他妈狂个屁呀！哥们几个一块上，他找死咱们就成全他。从前在 M 国时，或为生计，或遇挑衅，或遭报复，魏无羡打架的经历实在算不得少，甚至可以说多如家常便饭。有那么几年时间，
他的身上几乎是日日带着伤口淤青的，所以他已经基本上可以算是个老油条了。跟眼前这几个三脚猫功夫的小青年打起来，实在费不了什么太大力气。夜渐深了，巷子里很黑，只有外头大楼上的几盏霓虹灯投射进几缕昏暗的光线。黑暗的环境催生了魏无羡心底大半的戾气。他身上套着件黑色的毛衫，仿佛同夜色融为一体，周身都拢了些许阴郁冷厉的气息。他看不见周围的人和物，恍惚回到了心底最不愿一起的那段宛如身处地狱的日子。渐渐的，他在潜意识里把对方当作了自己这么多年来恨不得将其手刃的那个人，闪身如风，出手如电，活像一只冷酷暴躁的猎豹，不给人留半分退路。蓝忘机身旁的几个少年只能看到魏无羡一闪一动时留下的残影，个个瞠目结舌，不由得发出卧槽、牛逼、好帅，不愧是魏哥这类苍白的感叹。几个青年已经明显抵不过魏无羡剑猛的攻势，有了将要被压下的势头。正当蓝思追等人以为快要结束的时候，却听见哗啦一声玻璃碎掉的声音。金陵惊喊道：“怎么回事？他们不是说什么也没带吗？”蓝忘机心下一滞，魏婴。他一个飞身旋进人堆，帮着魏无羡抵挡趁空袭来的攻击，瞬间把对方刚涨上来的气势压了下去。最后只听见一道令人悚然的低吼划破夜空，那个红毛青年应声而到，趴在地上难以爬起。剩下几个看见魏无羡阴冷怨毒的仿佛淬了砒霜的眼神，吓得腿脚发软，哆嗦地跪在地上：“错了，我们错了，大哥，大哥，放过我们！”魏无羡的眼眶泛着骇人的红，嘴角残忍地勾了勾，挥起染血的拳头，眼看下一秒就要向其中一颗脑袋砸去。蓝忘机双眸微睁，伸出双臂死死按住魏无羡的肩膀，不顾他的挣扎，将其紧紧揽入怀中。魏婴，魏婴！魏无羡仿佛发疯一般，不受控制地狠狠抗拒着蓝忘机的桎梏，喉间溢出恐怖阴哑的喘气声。蓝忘机用尽毕生的力气把他的脑袋按在自己的颈窝处。魏无羡，清冷的檀香味灌进鼻腔，浇透了魏无羡浑身上下的神经。他的理智瞬间回笼，一阵寒意不由从心底缓缓漫出。蓝忘机抱着他，低声喃喃：“魏婴，魏婴，冷静，我在。”魏无羡重重地吸着气，冷汗顺着额角如断了线的珠子滴落，没进蓝忘机洁白如雪的毛衣中。他默了默，将整张脸深深埋进蓝忘机的胸口，连呼气声里都带了抽搐的痛意。月色苍凉，照进蓝忘机深不见底的眸子，映着魏无羡凌乱潮湿的发尾，笼上两个紧紧相拥的人影。蓝忘机带着魏无羡和4个少年去街口的交通诊所处理伤口。由于面色过于冷峻严肃，他被魏无羡赶回车里等着，以免吓到这群刚挨了打的孩子。蓝景怡长舒一口气：“我的妈，老班可算走了。”